今天大叔想直接跟你們談錢，不用覺得俗氣，也不用急着用詩和遠方來反駁我。老頭子活了快半個世紀，最深刻的體會就是，當你連溫飽都成問題的時候，你的理想只會被現實踩在地上摩擦。你有沒有在深夜的捷運上看着車窗玻璃裡自己那張累得像鬼一樣的臉，然後突然感到一陣迷茫？你問自己，我每天這樣像條狗一樣加班，被客戶指着鼻子幹，被主管用各種不合理的指標壓榨，到底圖的是什麼？我們在這個水泥叢林裡擠得頭破血流，每天一睜開眼就是房租、水電、車貸，還有那張永遠繳不完的信用卡賬單。有時候你累到連話都不想說，只想躺在沙發上當個廢人，但一想到明天的打卡鐘，你還是得在清晨6點掙扎着爬起來。我們每個人都在忍受着一些平時根本無法忍受的事情。面對客戶無理的要求，你深吸一口气，把已經到嘴邊的髒話硬生生吞了下去，然後擠出一個連你自己都覺得惡心的微笑，說好的，沒問題。面對主管的無端指責，你只能低着頭捏緊拳头，默默在心裡告訴自己，沒關係，這只是工作。這種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疲憊，每天都在消耗我們的靈魂。有時候你真的想把識別證甩在桌上，大喊一聲我不幹了，然後瀟灑地轉身離去，但是你最終還是沒有這麼做。你默默地把識別證戴回脖子上，繼續點開下一個工作視窗。大眾常有一種很清高的論調，覺得天天談錢，把賺錢掛在嘴邊的人很俗氣。當你沒有錢的時候，你的詩只會變成生存的掙扎，你的遠方只會變成一張你根本買不起的車票。很多時候，人們口中的清高，不過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過真正被生活逼到死角的滋味。我們為什麼想賺錢？難道我們是真的愛錢嗎？當然不是。我們那麼努力，是因為我們心裡都清楚，在這個世界上有我們想守護的人。我們手裡握着的，從來就不是冷冰冰的鈔票，而是守護家人的那盞燈火。那是生病時不用委屈的底氣，也是想念時隨時能出發的車票。我們想讓爸媽老得慢一點，當他們病倒時能給予最好的醫療。我們想讓孩子過得好一點，不用因為沒錢而退縮。我們想在朋友崩潰時拍拍他說，這頓我請，今晚只管喝酒。我們拼命工作，只是想把這份冰冷的資源精煉成愛人身上最安心的溫度。如果你也認同大叔，記得訂閱支持。大家看周星馳的電影總是笑得流眼淚，覺得他是無厘頭搞笑大師。但你有見過在他的電影裡常常出現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視覺符號，那就是吃雞腿。這絕對不是隨機的惡搞，這背後隱藏着他童年一段非常酸澀卻又無比溫暖的往事。周星馳小時候家裡窮得叮當響，母親林寶兒一個人帶着3個孩子在窮人區艱難度日。每次餐桌上出現雞肉，媽媽總是捨不得吃，全部夾給孩子們，自己則坐在一旁用醬油拌着剩飯吃鹹菜。年幼的周星馳很聰明，他發現如果自己乖乖吃完，媽媽這輩子都嘗不到肉的味道。有一次他故意手一滑，讓雞腿掉在地上沾滿沙子，媽媽氣得用衣架打了他一頓，怪他浪費。他一邊哭一邊忍痛，不做任何解釋。最後媽媽因為捨不得浪費，把沾了泥沙的雞腿洗乾淨，自己吃掉了。很多年後，周星馳在節目中說出真相，如果他不把雞腿弄髒，媽媽是不会吃肉的。這隻髒雞腿就是孩子最笨拙也最溫暖的守護。我們在職場上忍氣吞聲扮演小丑，不過是想把乾淨溫暖的雞腿送到我們愛的人嘴裡。這讓我想起三毛說過，愛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飯、睡覺、數錢這些實實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會長久的。三毛是個浪漫的人，寫沙漠星空與前世鄉愁，但他卻比誰都清楚，生活是需要落地生根的。當初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結婚，生活匱乏。荷西是普通潛水員，每天要深入危險的海底做高强度作業，而三毛在泥屋裡精打細算每一分薪水，用撿來的棺材板做家具，用最簡单的食材做出家鄉味兒，把日子過出詩意。荷西賺回的每分錢在三毛手裡都變成溫暖的晚餐與走下去的底氣。這段愛沒有懸在半空，而是扎根在每天的數錢與吃飯中。當你愛一個人，你會想着他下雨天有沒有雨傘，天冷有沒有衣服。金錢是愛的容器，是實實在在的保障。很多人以為賺錢是為了滿足自我的物欲，買名牌包、跑車、去高檔餐廳打卡。但心理學家證明，這種自私的消費快樂極其短暫。諾貝爾獎得主卡尼曼的研究指出，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金錢帶來的幸福感就會遇到瓶頸，因為物欲很容易飽和，這叫邊際效應遞減。但哈佛大學的鄧恩教授指出了解決瓶頸的方法，那就是為他人花錢。他的著名實驗給路人裝有美金的信封，要求一部分人花在自己身上，另一部分人必須花在別人身上。結果發現，把錢花在別人身上的人，主觀幸福感顯著更高，不論金額大小。
這就是利他支出的幸福感。科學證明，當你把資源分享出去，守護你愛的人，你的身體和心靈會給予你最實質的化學獎勵，甚至能降低血壓。這不是大腦故障，而是演化在告訴我們，分享與守護才是我們在冰冷世界裡存活下去的關鍵。但這需要3個前提。第一是影響力，你能看見付出帶來的改变，比如用首份薪水給媽媽買洗碗機。第二是自由選擇，不是道德綁架。第三是社會連結，能加深關係，比如在朋友失意時請他吃火鍋。當你把錢花在乎的人身上，錢就超越了物理定義，变成了情感的粘着劑。老头 Z 認識一位開計程車的老陳，他快50歲，患有嚴重腰椎間盤突出，開車開久了腿都是麻的。但他每天早上6點準時出車，跑足16個小時。有一次在路上塞車，我問他：“老陳啊，你身體不好，幹嘛還這麼拼？給自己放個假吧。”老陳憨厚地笑着，指了指女兒的照片。他說：“女兒去台北讀大學，房租消費高，他多跑幾小時，女兒就不用做夜班兼職打瞌睡，想家時隨時能買高鐵票。他累沒關係，只要女兒過得體面，不用在同學面前抬不起頭，這把老骨頭就值了。”這讓我想起導演北野武和他的母親。成名後，母親總是像吸血鬼般找各种借口向他要巨款。北野武非常恨他，覺得母親貪得無厭，甚至拒絕回家。直到母親去世，北野武整理遺物時拿到一本破舊存摺，發現他這些年寄的錢1分都沒少地躺在裡面。母親留信寫着：“你這孩子性格衝動，花錢沒分寸，工作又是不穩定的演藝行當，我怕你落魄沒飯吃，所以我逼你給錢，全幫你存着呢。”北野武在葬禮上哭得像個孩子，他終於明白，母親用最壞人的角色為他築起防禦未來無常的堤防。生活有時殘忍，沒錢時你連拒絕委屈的資格都沒有。當父母病重付不起藥費，你只能在走廊哭泣。當孩子因懂事而拒絕畢業旅行，眼裡滿是羨慕。金錢是我們守護家人尊嚴的雨傘，我們努力賺錢是想在命運開玩笑時底氣十足地說：“別怕，有我在。”大家可能覺得拼命賺錢拿回家就是完美守護者了，那大叔要狠狠打醒你。我要在這裡做個反轉，因為我的一位老朋友老張，20年前就犯過同樣的錯。他創業時忙得昏天暗地，以為給家裡的錢變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一次孩子高燒嘔吐，老張手機靜音在 KTV 應酬，太太打幾十通電話未接，最後他只身抱着病兒在暴雨中攔車急診，排隊到天亮。第二天老張宿醉回家，太太冷漠以對，老張卻還委屈大喊：“我是為了生意，用最好的車，花錢不就好了嗎？”老張帶着英雄主義，給家人買最新遊戲機，住安保大樓。但1年後，太太放下離婚協議書，平靜地對他說：“你每個月匯的數字能陪我們吃飯嗎？孩子不知道你喜歡什麼，你只是一台住在我們家的提款機。如果只剩錢，我和員工有何區別？”那話像記耳光甩在老張臉上，他才發現，他以為的守護只是他逃避家庭責任的遮羞布。工作賺錢累，但只要出精力就行。而在客廳聽抱怨，陪孩子拼圖，共同承擔瑣碎情緒，需要的是耐性、同理心以及你靈魂的在場。錢能載溫，但若陪伴缺席，金錢容器就只是冰冷的鐵罐，敲得越響越空洞。大叔告訴你，你錯在以為給了錢就可以當甩手掌櫃。金錢的溫度絕非自動產生，沒有人在場的陪伴，金錢就只是交易。給家用，不做家事，買玩具不陪玩，這不是守護。那麼該怎麼辦？天天留在家陪家人喝西北風？當然不是。賺錢是防禦命運風雨的盾牌，陪伴是愛與溫度，兩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盾牌而沒有溫度，你最終只會用那面冰冷的盾牌，把自己和家人隔絕在2個不同的世界裡。這盞燈火要亮起來，需要賺錢的底氣與點燈的耐心。下班回到家，進門前，請在車裡或電梯多待2分鐘，把職場上的怨氣、焦慮和防備像外套一樣脫掉。推開門時，給迎接你的家人一個擁抱，那擁抱能融化一整天家事的疲憊。規劃薪水時，除繳費存儲外，請留一小筆溫度基金。下周末帶父母去吃頓沒吃過的餐點，耐心聽講了800遍的往事，或者給辛苦的太太買束花，謝謝她打理家裡。或在朋友難過時，買張出發的車票，陪他度過最難熬的一關。把錢的冰冷質地轉化為守護的溫度，是奮鬥的終極意義。錢很冰冷，但能換來溫暖依靠。那是生病時不用委屈的底氣，也是想念時出發的車票。只要心裡裝着愛的人，所受的委屈和苦都有了解釋。遞上一杯溫水，遞上一張車票。你用自己賺的錢做過最讓家人或朋友感到溫馨的事是什麼？是幫父母還清貸款，送去急用醫藥費，還是連夜趕回家的車票？歡迎在下方留言。如果這段話有溫暖到你，請按讚、訂閱並分享。我是老頭子，我們下期再見。